是云飞。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手机稳定器的视频，里面也介绍了很多带 AI 功能的稳定器，而这次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甚至我可以说这是我目前用过的最好的手机稳定器。为什么呢？它除了有之前手机稳定器的所有功能之外，还有之前我们都不敢想的无线图传功能，真就是那么秀，我都不敢在相机稳定器上想有这么方便的东西，而手机稳定器浩瀚 M7 它实现了。你有没有对它充满兴趣？这不来个点亮收藏，一键3连？我们先来详细的聊一聊它的全部功能。自然，我们先一起来沉浸式开箱。来，现在我们来拆箱个新品的稳定器，浩瀚的 M7，它这个是真的颠覆了之前稳定器的一些想象啊！当当，那这个跟踪器，然后这里主要是有一个可拆卸的触屏控制器，哇哦 ，M7，当，这是它的本体，然后这是它的那个触屏，我靠，你看，是真的一直在搞技术啊！然后我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控制线吧，然后这是充电的，然后这是它的跟踪模块。跟踪模块现在它是有一个锁扣的啊，我们要按住它才能拿下来。这个是我比较熟悉的。就大家看这个控制器啊，它就直接是预览了这个画面。我靠，这也太绝了吧！真的是颠覆性的。然后我先给大家体验几天，然后给大家出一个详细的视频。我们之前见过很多个浩瀚手机稳定器了，它的上一代 M6 更小巧便携的 V3，而这次的 M7 更新的东西确实是蛮大的，也是浩瀚对于手里技术的一次大融合。我可以说它是融合了此前所有的功能，然后再进一步。它有 M6 的传统3轴稳定器的基本形态，然后有 V3 的无线控制器，然后又可以直接内置延伸杆。最不一样的是，它的一切都不是简单的缝合，而是精心的进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仔细的看一看。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会带大家看看它的外观，然后实际的演示具体的操作。应该也会有点长，不过肯定是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在外观上，它延续了 M 系列的设计，黑橙色的搭配，握持区域软塑料和复合材料的拼接，整体的轴体都是可以锁定的，这块还是非常棒的。控制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功能，这个我们一会儿来展开来讲讲。来到顶端，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AI 跟踪模块，这次也是有灯光且有 RGB 的模块。和之前不同的是，之前大部分的稳定器的跟踪模块都是很容易的掉，这次是直接有一个强力的锁定按钮，非常的牢固，只要你没有解开，基本上就不可能脱离。整体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太多新东西，但接下来的才是王炸，看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它是目前最好的手机稳定器了。首先就是它的控制器，它可以直接拿下来，直接当无线控制器使用，当然这没什么好惊讶的，现在看这个界面都挺正常的，是吧？滚轮的控制、电机平衡啥的，但是我们滑动到左边，你就会发现，哎，这怎么就突然有了一个实时预览了？而且好像和我们手机里面的画面图像还差不多。这里面的画面是它顶端 AI 跟踪模块的实时的画面，而且为了适配所有的手机，我们还可以直接自己微调这个画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演示一下的。好，现在我们的是小米14 Ultra 和它的控制器，控制器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和上面的镜头的这个焦段拍出来的它并没有十分的匹配，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微调功能，在这里无线控制器这里是有一个按键的，我们长按无线控制器，对，然后这边出现一个红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拨动摇杆，哎，让它调整到上面的镜头差不多的一个角度，然后再次长按确认，哎，这个时候上下的画面就是一致的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追踪，它就是可以实时预览到我们手机差不多的一个画面，这一点是非常赞的啊。了解了它这个小显示器的画面，还有更绝的，在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双击物体或者人物进行跟踪，不需要任何的 APP， 这你受得了吗？就是除了人物我们可以直接双击跟踪，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直接跟踪。像我是养了宠物，我实际录制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跟踪是真的非常强，一点压力都没有。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具体的演示，真的是独一份啊！而且你直接远程拿这个无线控制器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始录制了，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双击这个小屏幕，你看我现在是在这边的啊，我们直接在中间，然后双击这个小屏幕，然后它现在有一个 AI 的画面框住我的人脸了，这个时候哎，我们就是又可以预览，然后又可以跟踪上我们的人，这个功能是在之前所有的手机稳定器里面都是没有的啊，而且大家看，它是同步的，
就是双击我们就可以跟踪我们的人脸，不管是正面还是后面，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跟踪，然后蹲下也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我们现在不需要跟踪了，1、2、3，它就取消了。这个体验我想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如果是拍摄小狗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好，现在小狗在这边坐着，对吧？然后我们双击它。好，现在跟踪上了，水晶猫起来，走走走走走。哎，你看，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啊！它不仅是可以跟踪我们人，它还可以跟踪别的物体，这你敢相信吗？手机稳定器它就可以做到这个功能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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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猫过来。就算是有这个障碍物，它也是比较稳定的跟踪上了啊，这是非常夸张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可用性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当然，传统艺能手势操作它也没有落下，直接给大家上具体的演示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手势控制，我们比 OK， 然后这个 AI 跟踪器它就会亮绿灯，这个时候我随便进行移动，它就是可以直接跟踪上我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拿出手掌，控制器变红。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停止追踪的一个状态。当然，它还有别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先追踪上，然后我们比一个双8的手势，这样子，它上面这个灯它是会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自己位置的一个微调，它就可以自定义构图。然后比如说现在站在大约1/3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双8，这个时候它就可以直接跟踪我一直。这个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把我的位置固定在1/3处，这就是它手势控制的全部功能，还是非常赞的啊！这你肯定是可以打个10分了吧？而我在实际的使用里面发现这也太香了，在单人的拍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控制器拿在手里，调整好角度，调整好构图，直接远程控制追踪开拍，这是之前所没有的体验。除了直接手势，还能屏幕触摸，这个体验对比之前来说，选择是大了非常多。而且这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安卓的福音，苹果手机也可以直接不使用 APP 直接跟踪，这是非常赞的。特别是有了预览之后，天哪，这就是我最爱的手机稳定器了。当然，除此之外，我在旅游的时候还发现它有一些不一样的用法，就是对于拍摄的预览，不仅是自己预览，而是我老婆。对于女孩子来说，知道自己在镜头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之前她对其他的手机稳定器是没有任何的兴趣，而这次她对这个小屏幕表现出了比较喜欢的态度，因为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样子，她甚至可以自己调整，这就很香了啊。对于单人的视频拍摄、自媒体拍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3轴稳定器的设计，这就代表着它可以承载的重量是没有啥限制的。就拿我们的小米14 Ultra 来说，它已经是比较夸张的手机配重比例了，就只需要简单的调整，就可以直接的调频使用。当然，竖排模式也可以直接手动物理的切换，不管你是横屏还是竖屏，都可以直接用它拍摄。我们了解了它目前最大、最吸引人的更新，其他方面我们也不要放过，特别是这个控制器，之前我是没有想到，除了无线控制，还有这么多细节。图传我们就不重复了，很强大。这个我们知道，它还可以直接控制电机和灯光。我觉得这个完全不需要 APP 都可以啊，直接用它这个控制就行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电机的一个功能啊，左滑就是我们的这个图传信号，然后中间的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滚轮的控制、滚轮的功能，然后滚轮的设置，然后这下面的灯光，然后这边是电机平衡，然后是什么平移跟随、双轴跟随，然后这里是场景拍摄，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个超广角切换，待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具体的一个流程。然后这边呢是它一个摇杆的设置，然后 AB 键就是拍延时用的嘛，然后跟随速度、慢速、中速、快速，然后其他的设置有语言、这个云台的提示音、电机的力度，这些都可以自己调整。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场景拍摄的一个调整。然后这里场景拍摄，我们点击进去，这里是目前正常的一个拍摄状态，大家可以看一眼。然后我们现在切换到它的这个超广角拍摄 ，OK。然后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的灯光控制。首先我们在滚轮控制这里直接就可以进行一个灯光的关闭和开启，而且可以直接进去里面去调它的色温，亮度的调整，然后一个色彩的调整，
这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直接在这边就可以了。然后也有色彩的亮度，真的非常的棒。而且它的这个开光也是非常迅速的。当然你也可以用机身的控制去调整。 但我觉得这个会更直观一点啊。讲真，整体看下来，你觉得它怎么样呢？以我用过这么多手机稳定器的经验来说，它不管是追踪还是承重，都是里面的佼佼者。特别是这块小屏幕啊，就是浩瀚的独一家。如果在这个阶段里面，你问我推荐哪个手机稳定器，那么我肯定会推荐你选择这款 M7。不管是便携的 AI 跟踪，还是单人拍摄，都非常的给力，不需要 APP 就可以稳定跟踪的诱惑力真的是太大了。有机会你一定得试试。好了，这就是本期浩瀚 M7手机稳定器的分享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最后你也来说说你的看法呗。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